好，我们刚刚讲到了，在国际间很多事件，目前风向情绪其实都不太一样了。10月7号呢，当时这个在加沙这一边，他们的哈马斯发动了一个大洪水行动之后，很多人对以色列这边其实是有比较多怜悯的。但目前战事发展到现在，看到了以色列军呢是直接拦截他们加萨走廊。好，换句话说呢，他们说已经把Gaza City 全部都给包围了，也就是说，他们包围了哈马斯的恐怖组织核心。那双方其实是互放影片，好，包括以色列，他们说他们现在是海陆空要开始多方攻击。那在加沙这一边呢，确实你就看到了弹如雨下。那在这个巴勒斯坦呢，也就是哈马斯这边，则是你看到有很多的影片，是他们从这个洞口里面跑出来，好来射击攻击对方的一个坦克。那看到了这一些洞口，基本上以色列进到了地面部队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洞口全部都封锁起来，要把他们这个地道，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加萨地铁完全给封死，希望呢不要影响到战事的发生。但是呢，就在这个战场上面，最不想看到的事情是，竟然救护车被攻击。好，在加萨这边有救护车的车队说被袭击，造成了15人死亡，60人受伤。大家就在说，怎么能够打救护车？以色列方面呢，他们直接的讲说，没错，是我们打的，原因是因为救护车上有哈马斯，还有他们的武器，所以他们攻击救护车。但是让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更多的画面在网络上面传播，包括了在巴勒斯坦电视台这里就看到了，主播还有记者同时潸然泪下，因为他们的这个同事刚刚下班回到家就被炸死。لا نستطيع أن نحتمل لقد أنهكنا إننا هنا ضحايا شهداء مع فرق التوقيت فقط نحن نمضي واحدا تلو الآخر القبعات إنها مجرد شعارات نرتديها فقط هي لا تحمي أي صحفي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ا تحمينا هذه الدروع ولا هذه نحن هنا ضحية الأرواح واحدا تلو الآخر بلا أي ثمن نمضي شهداء فقط مع فرق التوقيت نحن ننتظر الدور واحدا تلو الآخر زميلنا محمد أبو حطب 好，那个记者呢说一直在这个医院的现场连线，然后结果一下班回到家之后，他家被轰炸，他跟他的家人同时都丧命。好，同时呢，在现在更多的故事也正在发生当中。医院里头呢，这位女医护说已经在这边救人好几天了，结果呢，在当时他看到车推进来之后，直接人崩溃，因为他看到车上的推车上面的这个人竟然是他的小女儿。好，所以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呢，现在大家也没有办法接受，就是竟然有网络上面看到了英国的主播，他呢是在这个晨间节目，然后访问的这个人呢，说是以前住在加萨走廊的，那他说他自己的21位亲人都已经丧失了，然后呢，主播竟然问他说啊，那你跟你的兄弟有多亲啊？他们对你的人生而言很重要吗？网络上呢就觉得非常的生气，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太冷血？原因是因为这样的画面每天在 X 上面，每天在国际媒体上面播送，大家心都是肉做的，所以无法接受。那目前呢，已经有越来越多国家要求必须要赶紧停火。好，就连目前人在中东的布林肯也都开始在讲，他们是不是要改变方向了？比如说约旦外长已经认为，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色列它就叫做战争罪，它为什么可以打救护车？为什么他可以打平民？这个就是战争罪。还有什么？爱尔兰的总理也直接的讲了，说这个哪里叫战争啊？这个叫做形同是报复。好，这已经算是呢，在所有的欧盟领袖里面，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一个批评。美国 CNN 也直接的讲了，说美国现在恐怕很难再挺以色列，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在加沙走廊目前的这个状况，已经完全的改了风向，所以人在中东的布林肯呢，现在也开始说要采取保护加萨平民的措施，只是真的能停火吗？因为纳塔尼亚胡也就是以色列总理基本上是断然拒绝的，因为他的讲法是，我们还有200多人在哈马斯手中，这些人质不放，我们绝对不会同意任何的
暂时性停火，也就是包括了人道的暂时性停火，让人可以撤离，让难民可以离开，他通通都拒绝。好，但目前呢，这个阿联这边已经直接的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整个冲突恐怕会外溢到整个局势。通通区域局势直接升温，因为呢，在昨天也看到黎巴嫩的真主党的领袖出来发表谈话，他直接的讲了，说现在啊，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基本上我们已经无法忍受两国的战线。什么都可能发生，北方这边战线可能升级。当然，纳塔亚胡已经不止一次说，你们要敢参战，就把你打回石器时代。好，不止呢是在黎巴嫩南边这一边，有多次的交火，现在也看到确实有一些基础设施已经有被破坏。叙利亚呢，现在也说了，说是不是他们也批准要向真主党来提供一些俄制的飞弹，甚至呢，俄罗斯的瓦格纳现在也传出有一些东西开始往这个区域来送，包括了也门好胡塞组织，现在呢他们也开始在启动，甚至呢以色列呢也开始用极音速的反导飞弹来拦截相关的攻击。这一连串下来，你可以看到的是。区域上头，虽然说呢没有一个政府组织直接来回击，但是各地上面民怨开始四起。回过头请教杨老师，怎么样来看民怨四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加沙走廊现在的惨况，但是纳塔尼亚胡他们讲法就是不可能停战，而且他们已经把加沙市给包围了。欧洲的领袖们已经开始认为，这不是单纯的自卫，这已经是报复。我觉得这是一种屠杀式的报复了，这是一种战争罪。好，那现在到昨天11月3号，加沙地区的卫生局的数字出来，9227人死亡，而这里面儿童有3826人，3826人哦，妇女有2405人，受伤的有32000人。在前一天，这个数字是刚破9000，一天就增加了200多人，那因为昨天他攻击的是在加沙地区唯一的一个大学，完全被夷为平地，所以呢，在人比较聚集的难民营，死亡的人数略减，只死了200-300人。布林肯飞到就是以色列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说不。哪有停火这回事？可是布林肯讲的不是停火，因为我们中文的字用的不精准。对，他讲的是什么？暂停 ，pause， 暂停 ，pause， 而且还是单数，不是复数哦。因为这个是拜登讲，暂停，先让人道物资或者让这个人质能够出来。那可是各位，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就代表《华尔街日报》了。暂停是帮助哈马斯，这个好强硬的。你看看美国内部的这些犹太以及媒体对美国政府的这个施压，可是我觉得不用几个月了，你在几个礼拜，甚至在1个礼拜，拜登政府会受不了。当这个数字不断的攀升的时候，他会受不了。美国现在每到周末到处都是在示威抗议，然后呢，现在已经。这个 NBC 有一个报道出来，就今天美国跟欧洲的官员呢已经在跟乌克兰在谈，你要不要和谈一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以巴战争会大救，然后呢，共和党又不愿意再增加援助给乌克兰，美国没有办法两面兼顾，所以呢，他要乌克兰这边可能先去试找的个和谈，但和谈又谈何容易啊？那现在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昨天。他的国会全票通过授权总统对以色列宣战。利比亚说要军援哈马斯，但这两个国家喊喊而已啦，因为他们中间隔个埃及埃及在美国的影响下不会让这些部队进入到以色列或者是这个加沙地区，所以但是表示什么？这个情势已经非常的不稳定。光南美洲已经3个国家把大使召回，南美洲那因此，这些中东国家，当你这个死亡数字儿童的死亡数字，我再念一遍，3826人的儿童死亡，真的是念出来都会觉得伤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你还要做老大吗？美国你还要跟中东买油吗？美国你还要支持这个以色列怎么样？可是呢，当布林肯跟以色列的总统一起开记者会啊，那总统怎么说？我们有要他离开呀。我们在之前送了120万份的这个小纸条，天上飞的这小纸条，赶快南移，我们要轰炸。我们也发送了600万条短讯，以及拨出了400万个电话。这个话他都讲得出来，所以你就可以免责于你明知对于平民的轰炸吗？这叫做战争罪，这叫做危害人类罪，这几乎已经是种族灭绝罪。我们就一直在讲人心是肉做的，所以你看到了这一些的影像哦，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当妈的看到那种看到在工作的情况，看到自己的小孩，没有人能够接受的这样子的画面，在网络上持续播送，这个大家会有感受。那大家的这些感受，这个民心就会影响到上层的政治人物。所以，其实，在地区上头，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在讲了，局势升温，跟之前不一样了。请教小舰长。我们刚刚看的那张照片啊，小舰长这边有放大的，怎么放大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所谓的加萨走廊，那也就是那个左边这张图的小小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蓝色的部分，就是以色列现在已经进攻的部分，他们距离这个海岸边只剩1公里多，意思也就是很快的就会把。加萨走廊北端这边全部围起来，围起来做什么？往死里打。为什么这么说？其实这个事情早有预谋。什么叫做早有预谋？我们看到之前，其实以色列攻击了所谓的阿里医院。那个阿里医院的位置在哪里？阿里位置的医院就在加萨市的中间，也就是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区域。也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攻击医院，就是要告诉住在加萨走廊北端的这些人民，你赶快走，往南边走。可是你往南边走，他也没有保证你的安全，一样攻击。然后，但是你只要留下来，只是死路一条。然后现在他把人都往南赶了之后，他就开始围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那个里面剩下来的就是哈马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讲说，大家都讲说，哎呀，他们要进行所谓的城镇战，没有，从来打城镇战的就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美国是其中之一。大部分的国家你打不起这个城镇战，为什么打不起这个城镇战？一栋大楼里面它有多少的狙击手，它有多少的鬼雷，你进去你要阵亡多少的部队，所以没这回事。俄乌战争就告诉我们了。从来就只有歼灭战把你全部打掉，他绝对不会进入那栋大楼。那我们来看以色列是不是这样呢？以色列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个它的地下的这一些隧道，这个是 BBC 他们实际上进入这个那个地下的隧道，这是 BBC 的字，不是小舰长配置。他说30公尺这么深。那表面的呢，以色列就派出这种装甲推土机，把你的这些攻击过的这些残骸往前推，后面它有一个柱厨，直接打在土里面往后拉。刚刚小舰长为什么讲说适用于国际法的，你美军要用吗？还记得当初在哈尔科夫，也就是在乌克兰境内使用了这个白磷弹，大家都说违反战争罪。现在在加萨也以色列也使用了白磷弹，怎么没有人说要把纳坦雅胡以战犯来论处呢？没有。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刚刚讲到的这个日内瓦的那个第4公约，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国际人道法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你不可以攻击救护车。你怎么攻击救护车？而且以你以色列的那个ISR 程度，你如果确定救护车里面有枪械，你把整个内容公布出来啊，你没有，对不对？好，那要请教彬哥了哈，原因是因为地区形势在改变，你怎么样来看后续呢？因为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地方上组织型的，好，但是呢，如果在整个中东这一边，说实话，你没有硬起来，那以色列这里好像他也不再怕，没再怕，继续打。以色列当然没在怕，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快2年，记者大概阵亡了20个人。这个以巴战争打1个月，记者已经死了30几个，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刚刚那位记者，我们的同业，他为什么要把那个背心啊、帽子全部脱掉？他告诉你根本没有用，因为以色列人没在管这些啊。我管你穿什么衣服，我管你是记者还是救护人员，照打。以色列现在的做法就是这样，只要任何会活动的目标都是哈马斯，就这么简单。他没有在分的，我管你什么救护车什么东西，反正任何东西我只要说你可能是哈马斯就好了。因为哈马斯跟平民怎么分，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就是这样。那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战争罪，这根本不用讲，因为我们人类的战争基本上是有规范的，你不能随便乱打平民。对这些包括医院、学校这些标的物是不可以攻击的。可是以色列完全不管，他反正什么东西，我怀疑是哈马斯就好了，就解决了。但是问题是，纳坦雅胡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纳坦雅胡其实就是在激起以色列人的民族仇恨意识，是，然后保卫自己的政权。其实他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可是问题是，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最尴尬的状况下，因为美国国内的形势，因为犹太人的强势，所以美国必须要去支持以色列。可是问题是，你支持以色列越久，全世界对美国的指责就越多。你看哦，之前还是中东附近这些国家，这些伊斯兰国家开始对以色列不满，现在是南美洲的国家开始，对，甚至连爱尔兰可是白人国家，他也开始。然后接下来，其实欧盟内部现在已经很多国家对以色列都非常不满，只是碍于过去的一些情势，他们还没有表态而已。可是等到战争持续下去，因为这种画面实在太多了，太血腥、太残酷。我想人类是有基本的人性在。我认为以色列这种东西不用多，在1个多礼拜，美国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大，全世界谴责的声音会此起彼落。我觉得美国不见得承受得住。好，美国现在呢，他们必须要好好思考一下，特别是拜登，为什么要选举的人啊？这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选情。那当然了，对于布林肯来说，他现在跑了一趟中东，事情如果瞧不拢的话，回去又要如何交代呢？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看美中情势。好，要来看到在上海金博会明天即将要登场了，而现在呢，大家就来说这场金博会有哪一些的亮点啊？看到了有媒体呢，他就直接拿出万花筒，然后呢说1秒赏万花，然后呢，现在因为这个金博会在今年来说，历届以来已经从2018年到目前为止累积的意向成交额将近3500亿美元，所以在今年呢，又有超过1500家的企业一起来参展。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原因是因为这边真的有钱赚嘛，所以呢，就看到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大家纷纷的进驻，企业的这一些展面积，企业展面积呢也创下了新高，里面呢有72个国家还有这个组织，他们一起来展示，同时呢有3400多家的企业来参展，大家都在讲这里希望能够做成生意，所以大家才会来，也因为这边有生意。有钱赚，你也看到了，有很多的领袖，他们是直接来到这边来帮忙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包括了谁？包括了爱尔兰的副总理，包括了这一位塞尔维亚的总理以及古巴的总理，最受瞩目的就是他艾班尼斯。好多次呢都已经在讲了，说艾班尼斯什么时候要来？这一次真的即将准备访华。泰国呢则是派出了他们最大的一个规模代表团，美国也有派人来哦。美国是农业团来访中，好，现在说是7年来的最大规模。那当然啦，这次他们来到这边呢，就是希望能够好好做生意。因为过往来说，在过去1年，真的中美之间有太多的变动了。那可是农业大国，他们也需要中方这边帮忙多下订单，因为他们看到了澳洲确实这几年来就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澳洲总理即将要访陆，澳洲媒体讲的讲法是他会见到习近平还有李强，时间点呢有可能是先见习近平，然后之后呢跟人大的委员长赵日记见面，之后还会再跟李强会面。同时呢他们也在讲说，现在大家都着眼于是不是
治疗旧伤，因为在上一任政权的时候，真的中澳之间有太多贸易上面的一些彼此不是那么开心的地方，现在希望借由艾班尼斯一次把它通通补回来。好，目前呢也看到了美国派人来之后，中美之间的友好氛围是不是会越来越浓厚？因为呢，习近平他在第5届的中美友城大会里头特别致信提到，中美关系呢，其实在民间，在于人民友好。好，这里面就说了，地方交流必须要持续来做，而之后呢，也看到了美中之间是不是真的是从民间开始？原因是因为美光先前呢不是讲了吗？在中方这边，希望呢对他有更多的理解，来了解一下你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说已经获得了免死金牌，原因是因为王文涛有说要欢迎他继续在中国市场扎根。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氛围是不是能够持续一直到11月17号的 APEC？ 原因是现在也看到了陆港有4家企业再一次的被美国制裁，理由是因为他们帮助俄罗斯，所以呢又制裁了，包括了航天啊，或者是制造业以及科技业等等等。汪文斌当然回应就是再一次的会采取措施来维护权益，只是美中之间一来一往，有好的有不好的，大家都在问。如果是之前北京已经讲了，必须要释出善意，那这样来看的话，美国的善意在哪里？请教姚老师怎么样来看这一回上海的进博会即将要登场，很多的国家基本上来就是因为这边赚得到钱。这是第6届，从就是明天5号到10号啊，时间并不长，但2大部分哈，我们通常比较关注它那个展览会。3400个企业，然后呢，大概来自于154个国家，那成交过去可以成交到3500亿美元哈。那这个当然第一个是一个考验，因为今年的这个就是疫情之后的经济的真正的复出，然后呢，前面一段第2季的时候，全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有一些质疑，尤其是内需这个消费的这个层面。现在，然后到第3季的时候 ，IMF 这个盖章确认，就是中国经济会不错，今年会达到5%以上的一个成长。但是呢，这个进博会就会考验，但我觉得应该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哈，这个只会增加。另外一块哈，其实大家比较少，另外一块叫做虹桥论坛，所以这些政治领袖，还有一些世界500大企业的 CEO 也都来，是参加有大概22场的这种论坛会议。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就是说卖东西的这种展览会，它其实也是一个论坛，也就是叫做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的这个论坛。那它这个论坛之后啊，10号的时候会出一本这个报告，叫《世界开放报告》啊，也就是说这个开放跟这个中国大陆跟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开放的这个报告2023，那已经有一点在引领这整个就是全球。不只是一带一路，全球的经济跟投资贸易的重心。你看到以前我们讲世界经济论坛，或者是许多国家的什么汽车秀啊，像最近刚结束的东京的车展等等之类。一方面做生意只是做生意，论坛是论坛，他把这2个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载体有这么大，而且它就是进口，它现在不是在讲出口，就是你东西卖给我。你要来3400家都是外国企业啊，所以进口的这一些企业来展现他们的这个商品，然后呢，中国的这个买家来这边做选择，然后呢，去谈以后的这些，那同时也谈一些真正的这个生意，从政治经济到这个一些企业层面这个论坛，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规划哈，已经到了第6届，我觉得世界媒体没有给予他应该有的这个重视哈，这是很可惜的。那但是呢，在今天的世界经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大堆，你看欧洲，然后呢，中东地区战争、人道危机，美国呢，现在这个鸵鸟窝的洞里面，然后准备他的这个就是总统大选，谁在真正的促进经济，谁在真的做生意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比较很明显这个差别。那各国的政治领袖跟经济的这些主管也都看得很清楚。是，请教小舰长怎么看？我们这样讲啊，现在艾班尼斯要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号
访问大陆啊。那其实呢，他也就是这7年以来，其实这个时间非常长啊。这7年以来首度访问大陆的，澳洲总理啊。那之前是因为对于中国有非常多敌意的表现啊。那现在慢慢的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因为这样走不但扼伤了自己的经济，而且政党就被轮替。所以现在慢慢的。这件事情解冻，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达尔文港现在说，租约取消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然后接下来我们常常谈到的 AUKUS， 我们觉得当初说美国要对澳洲输出3到5艘的 Virginia 级的这个核动力潜舰，现在美国似乎好像永无止境的在拖延什么？因为其实美国要输出这些装备，要通过一个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修正，可是这个修正案本身，众议院的议员说，他在8月的时候说早就应该修正了。8月到现在又3个月了，有看到修正吗？没有。也就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讲，他看着这个获得潜舰其实是一条漫漫长路，而且这个潜舰非常贵，那不如先赚钱。而且碰到了另外一个爱之更视足以害之的日本，他在排放核污水，他排放核污水的时候，大陆不买日本的海产，这个时候就给了澳洲的机会。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啊，也就变成说，现在澳洲有各种的机会，而且澳洲慢慢想清楚了，他真的需要那一些核动力潜舰吗？因为大家都说其实他的核动力潜舰是为了要来支援台湾的。如果说他继续维持柴电潜舰的话，事实上从澳洲到台湾来已经没有办法提供任何资源。可是如果它是核动力潜舰的话，可以在那个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可以有73天。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看法。对于澳大利亚来讲，他不是这样想的，他在确保他自己的海上交通线跟这些东南亚国家。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它一旦跟中国修好之后，这些问题都不存在。是，那请教彬哥怎么样来看呢？好，原因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嘛，就是大家都要做生意嘛，所以美国他们也派人来了嘛。那所以这个局势在转换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来问：第一，那你们之前怎么讲价经济的？第二，你现在派人来了，那什么态度呢？进博会，美国过去其实是不屑参加，他觉得你这个没什么了不起，而且美国其实有一点半抵制的状态，就是说中国大陆做的东西，我们通常不会参与。可是现在他也参与了，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形势比人强的问题，因为现在很明显的，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参与战争，可是中国在全世界各地干什么？帮你搞基建做生意。那你觉得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讲，他会欢迎哪一种？有哪个国家喜欢战争？有哪个国家喜欢做生意？我想这是非常明确的东西嘛。那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去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并不是中国人要去跟你争什么东西，而是中国人其实是在做生意，就是你赚钱我赚钱，大家都赚钱，这样不好吗？人类一定要战争吗？人类一定要彼此争权夺利吗？我们大家一起赚钱不是个好事吗？所以你看哦，他为什么要办进口博览会？其实很少国家会办这种东西，大部分的国家是办出口博览会，对，想赚钱啦，对，要去赚别人的钱。可是中国大陆是因为它的经济这几十年一直在飞跃成长，所以它对国外出口非常非常多。那它跟很多国家对它来讲都是贸易逆差，所以它就是为了平衡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如果我一直在赚你的钱，你当然会对我不太高兴嘛，你会觉得我好像在剥夺你什么东西。所以中国大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也不要说我都在赚你的钱，我办这个进博会，让你们东西可以进到中国大陆来，对啊，这样大家就没有怨言了嘛，你也可以赚我的钱。所以他办的目的是这个，所以越办越大，越来越多厂商参加，美国也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转变了。美国过去的思维还是认为，反正武力就是强权，我有武力在手上，我就压迫你，非听我话不可。可是中国大陆用的是另一招，我就是跟你做生意，你觉得有钱赚，你自然会做我朋友，
就是这样子。你看艾班尼斯跟以前就不一样啦，是以前大家这样对抗很辛苦啊。请问一下，澳洲的好处在什么地方？我一直觉得澳洲跟中国大陆对抗是完全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我从来不觉得中国大陆想要侵略澳洲，我不认为。中国大陆大概对这些东南亚国家也没什么兴趣，也不会去侵犯澳洲的权益。澳洲何苦去跟中国大陆作对？完全没有意义嘛。所以，因为中国大陆不会对澳洲形成安全上的威胁嘛。还是嘴巴很抗中，身体很诚实呢？不知道。但是讲到以巴相关的冲突战事，真的是非常的不忍心。所有消息传来都是让人家触目惊心。当然，以色列一直拒绝联合国的要求停火这件事情，但他第一次公开谈到了停火条件了。什么是以色列的停火条件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公开的讲，除非哈马斯全面释放所有人质，否则拒绝停火继续打啊，人质会被打死，他也管不着了。就是除非这个条件要存在，但现在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第二波地面攻击。部队挺进之后，现在是新一波攻击的地方空袭了加沙的医院救护车队。这个救护车队是在护送谁？当然都是伤患，从难民营出来的这些伤患，其中难民营更是直接被轰炸了10次，炸成平地。所以形容加沙走廊的西法医院这个救护车队被轰炸，医院门口直接死了一堆刚刚将军所讲的孩童。卫生部直接表示说，医院门口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而且这次以色列军队是坦诚是他发动的。他指控这当中因为有哈马斯藏在医院的下方，在建造指挥控制中心，所以救护车运送的是恐怖分子跟武器。但是大家画面看到的都是孩子，都是伤者，尤其加沙的孩子被轰到没有头，这种新闻我都念不下去。这个是儿科的病房主任说的，他说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伤还看到没有头的孩子，还有女同事呢，一样是医护人员，冲到急诊室去帮忙的时候，发现死者当中就有2个他的孩子。你说这个人道上面如何情何以堪？那这么多的孩子人数死亡伤亡人数现在已经攀升到越来越多的情况，其中呢7000个孩童是受伤的，还不止3-4千人死亡而已，伤亡。那这个受伤的情况是什么？有这位朱达在空袭当中失去了68个家族成员，侄女梅丽莎刚刚学会走路，结果才走出没几步，现在不仅失去家人，还因为被炸伤了，脊椎骨折，导致胸部以下瘫痪，再也不能走路了。那么幼童去学校路上被炸成碎片，买食物被炸，那联合国开办的学校，过去1天已经有4所被炸受损，收容了将近2万名流离失所的民众的这里呢，让新生儿当然不用讲，还来不及出生，已经出生的人就面临生死一线，连能不能顺利出生，现在被形容是命悬一线。因为加萨估计现在大概有5万名的孕妇，每天有超过180名的孕妇要分娩，可是呢，他们没有医院的相关设备可以去生产，所以只能在废墟街道上分娩。接下来来看一段画面的是巴基斯坦在当地的电视台记者被炸身亡，一家人丧命。在主播连线的时候都崩溃了，看看这段画面。لا نستطيع أن نحتمل لقد أنهكنا إننا هنا ضحايا شهداء مع فرق التوقيت فقط نحن نمضي واحدا تلو الآخر القبعات إنها مجرد شعارات نرتديها فقط هي لا تحمي أي صحفي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ا تحمينا هذه الدروع ولا هذه نحن هنا ضحية الأرواح واحدا تلو الآخر بلا أي ثمن نمضي شهداء فقط مع فرق التوقيت نحن ننتظر الدور واحدا تلو الآخر زميلنا محمد أبو حطب كان新闻工作者在当地采访是冒着生命危险，但过去其实都有个协议，记者是免于这个被战争攻击的对象才对。但现在像刚刚这个记者，他的同事11名家人跟他的记者本身都死于轰炸谁受得了？那么更也没有什么记者受到保护这种问题嘛。可是看看以色列的文化遗产部部长对于这些现象他的发文是什么？北加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炸毁并夷平一切，真令人爽快。
这个就是主战派他们的声浪是如此，而这个仇恨跟战争持续进行当中，以至于现在很多国家已经认为违反了人道的基本价值跟精神，所以加以反制了。例如这个国家的总理说不忍了，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他公开的发言，以军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过自卫的程度，更像是报复屠杀。那欧盟的领袖到现在还没有，这是目前为止所发出的最严厉的批评。但是到现在有办法吗？中南美洲国家被说是美国总统他的好朋友或小朋友，中美洲的国家、拉丁美洲都甚至是直接召回大使，例如中东的约旦、巴林召回大使之外，拉丁美洲、中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跟拉美以色列但断绝外交关系。那另外还有哥伦比亚、智利、洪都拉斯也召回了大使要表示抗议，希望能够面对这个问题。而智利总统更当面的对拜登说，以色列已经违反了国际法，这是一种战争罪。而布林肯3度又到以色列去斡旋了。那么他说，希望这次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感受到的压力是希望战事能够先暂停，他用的是暂停这个字，他也不是用停火。那么避免双方这个在继续的这样冲突底下，看到前面都是死伤的，是无辜的孩童、跟弱势、跟妇孺、平民老百姓啊。那现在国际谴责的声浪越来越高的时候 ，CNN 说美方私下警告就是因为怕国内舆论压力实在太大，所以包括拜登、Austin、布林肯都在跟以色列的官方最新的一些压力谈话里头表达这一点，警告以色列的口气已经越来越重了吗？那么发现这件事情的后坐力对美国来讲正在影响美国当中，所以以至于以巴战争加速中东的去美国化，全球的美国战略被说会崩盘了嘛，也间接打击到了美国。那么当然这也是目前唯一就一直投给以色列停火这个协议反对票的国家他的嫡子，大家形容嫡子以色列所发生的这个状况，将军怎么看接下来这个战事的冲突？以色列犯的是战争罪里面所有的罪行，他都犯。我们看1次大战、2次大战到现在，以色列今天用的手段比当年的希特勒还狠因为战争呢，军队训练出来是寻找敌人的有生战力来打仗。什么叫有生战力？对方是军队，因为你军队跟战俘跟一般老百姓是完全在国际法上有不同的待遇。就算你正式军队被俘了，他也有人权的这个义务。何况学校、医院、难民营是绝对不能炸的。你看红十字会他为什么在医院上面盖一个大的红十字，车上搞一个切红十字？这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能炸的。那今天以色列部队你要有种的话，你应该寻到地道下去清除哈马斯嘛。但是我们很早就看了纳坦雅胡的3个步骤，他第一个就是要轰炸，把你炸成一片瓦砾，逼着你这巴北的这个100多万人要南迁。那你这个他的目的是很清楚了，把哈马斯跟人民分开，让哈马斯得不到人民的资助、协助、情报或者补充。但是你要他离开，你要提供饮水、车辆、救护跟终端地点，埃及是不是收容？你这个都不做，就是把他们通通在这里做无差别的屠杀，而且今天杀到的结果，上万名的儿童妇孺是被你这样炸死的。结果你的目标也不过就是以色列讲的，打到一个哈马斯的军官，这叫什么战果啊？这叫什么胜利啊？这只能凸显你以色列的孬种跟残忍跟刻薄，因为这个东西你不符你的战略目标嘛。战略目标你说要清除这个以巴的北边的，那你就要提供人道走廊嘛。连俄乌战争里面就有很多次人道走廊的开设，所以以色列这种行为引起全世界的众怒，因为你是通通对妇孺下手，而且你一点这像样的这个战果都没有。今天以色列很清楚我飞机、大炮、导弹、火箭、坦克车到地道里面优势都没有了，我只有凭我特种部队1对1的去对打，你连这个胆子都没有，只有滥杀无辜嘛。
所以你这个就是说，你不搬走的，我把你杀光，根本不讲什么人道。所以美国现在的支持也很尴尬。今天他派了航母去，派了军队去，因为他不得不对美国国内那个以色列的那个赞助派，就犹太人的高层，他就要讲暂停行火，停火就停火嘛，还有什么暂停呢？暂停的时间是多少呢？暂停以后的手段是什么？一句话不提，他是两面不得罪人。纳坦雅胡他也管不动，对不对？但是已经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共愤。我跟你讲，这个仗打完没那么快。俄乌战争里面随便一个地下马里乌波4个月，越共是打4年。哈马斯今天你炸了他难民营，那难民里面的青壮、父母、儿童、妇女、子女被炸死了，他是不是要投入哈马斯？所以你这种搞法，只有让哈马斯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源，而且获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阿拉伯世界虽然打不过你美国，打不过你这个以色列，它可不可以减产油价、油的生产，让你全世界经济恐怖？然后 CSIS 恐怖的国家，这个真主党胡塞，他们可不可以在全世界发动恐怖攻击？乌克兰已经丢了78万件武器啊！这个我们可以往后想，这个仗没有打出一个成果，但是引起全世界的动乱是可以预期的，因为阿拉伯国家这小国家，他没有办法跟你做军事上的一个对比嘛，对不对？伊朗也只能意思意思嘛。但是恐怖分子是不是从此泛滥？这个大家要去想的。油价一上涨，经济就是衰退，通膨就起来。这个东西不只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啊。委员纳坦雅胡现在提出来最新的停火条件叫做，除非把人质全部交出来，你认为有可能吗？这个可能性蛮低的，因为双方面就会僵在那边。那你只是把它交出来，你确定纳坦雅胡就停手吗？对呀、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说没有全部，还有8个等等之类的。对，你永远搞不完哦。我们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在挺以色列，没有任何一个话挺巴勒斯坦。第一个是美国的拜登政府，现在美国的共和党的议长说不准停火，继续打到哈马斯消灭为止。他秉谁意思？川普也是这种态度。川普跟拜登同样立场，甚至比拜登更强烈。是，你就知道现在美国是什么状况。再来第2个国家是乌克兰，泽连斯基现在挺以色列，没有讲过任何一句巴勒斯坦难民的话。第3个叫台湾，民进党政府第一天就开始挺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代表后来说，驻台代表他说：“哇，感谢这个台湾给我们温暖。”到今天为止，民进党政府、民进党的媒体没有讲过同情巴勒斯坦难民的一句话，就是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是这么干的。所有的台湾的同胞，你们自己想想看，我们选出来的民进党政府是这个德行。以色列说哈马斯杀人、抢劫、绑架，所以是非常这个不人道，应该要报复。那你现在以色列已经变成比哈马斯还哈马斯了，你怎么在世界上能够接受你的？可是，在美国的霸权底下，我会坦白跟大家讲，再多的什么断交啦，没有用。为什么？欧盟不敢跟他断交 ，G7 不敢跟他断交，也不敢撤回大使，只能口头上讲一讲。再来，你想通了没有？你说，哎呀，以色列犯了战争罪，你以为国际法院会处理他吗？国际法院会处理普丁啊？跟普丁比哎呀，我发现普丁才是大善人呢。那个纳坦雅胡是跟他一比，俄乌战争我们都眼睁睁看到，双方面讲好，联合国说，哎呀，我派什么这个游览车来把妇女老人给接走，不走了还叫那个警察把他押走，对不对？我们都看到那一幕啊。那臭男人两他们去打，管你是死活，没有人理你们。像这个将军讲，有生力量嘛，不要伤及平民无辜的老弱妇孺嘛，这叫人道主义。你现在以色列有这样做吗？当时去载走的那些马里乌波尔也好巴赫莫载走的游览车，还是普丁提供的，所以你怎么好意思对普丁发出什么刑事通缉令？你对纳坦雅胡呢？我跟各位讲，不会，为什么？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是美国的附属机构。
老师，因为我们自己新闻工作者所以对于像媒体记者在前线死伤之惨重，就完全觉得同理心会觉得崩溃。那更何况是妇女跟小孩，但这个状况在以色列的攻击底下是完全是无差别的，违反所有联合国公约的行为在进行当中啊。所以我们在研究国际冲突或战争的时候，第一个回到很基本的议题是：战争是人的天性，还是我们后天养成的？简单讲，就是战争是我们生下来人会有这个杀戮的本性，还是我们后天因为科技的发达、粮食的储存，而我们有了武器之后开始学会战争？这是有辩论，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唯一的解释就是：一旦战争爆发，双方杀红了眼，人性的泯灭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研究战争，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战争，是我们要避免战争。而且，避免战争的方式不是一昧的去谴责别人，而一昧的进行所谓的强化自己，来试图的压迫别人。你是用外交、人道各种方法去避免战争，而且和平不是口号，有些人只会喊口号，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次以巴发生战争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国际社会我坦白讲，大家都感觉啦，应该不要选边站，因为这是以巴之间长久的仇恨啊，大家要平心静气。所以在27号联合国就针对以巴停火协议的投票，结果有120票赞成。有14票反对耶，或弃权吧？对，14票反对之外，还有45个弃权。反对的国家有哪些？来，我念给观众朋友听哈：以色列、奥地利、克罗埃西亚、捷克、斐济、瓜地马拉、匈牙利、马绍尔、密克罗尼西亚、诺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东加跟美国。我看了一下里面哈，巴拉圭还有瓜地马拉是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友邦，他们在投票前一定有受到美国人的指示。为什么？其实在联合国，不要认为说每一个国家一票一指，其实他们在投票的时候都会西瓜煨大饼啊，或者是听到所谓他们比较宗主国的指示啊，所以美国在这次一定有动员去跟瓜地马拉还有巴拉圭讲，你要投反对票，所以他们很听话，非常听话。马绍尔也是我们友邦啊，所以我可以说这几个国家对我们的邦交应该是蛮稳固的，因为他们听美国的话听得蛮好的啊。为什么？因为当大家都在希望停火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投反对票？那我们来看这个美国的表现哈，以巴战争哈，有时候要去美国化哈，其实这个不是美国人自己讲，美国许多学者也讲了啊，史蒂芬华特哈他讲了，美国过去在这个中东犯了许多错误，现在一次全部展现出来了。哪些错误？91年波湾战争之后的马德里协定没有邀请伊朗啊。2011年反恐造成伊朗开始核子化，退出伊核协定，伊朗核子化让地区失衡。最后第4个就是亚伯拉罕，2020年亚伯拉罕协定恢复了以色列跟所谓的摩洛哥、巴林的邦交，让整个地方权力失衡。最后一个华特讲的，美国人在中东彻底的不断的失败，他讲了，大家都没有听啊，美国人没有听啊，所以后果展现了。好，可是美国呢，在其他的地区仍然要努力的维持它的权利，不要被影响。例如在南海，最新的消息是，美国的军舰到南沙群岛海域，驱逐舰杜威号11月3号到南沙群岛附近的海域去的时候，美国第七舰队主张这个是行使航行自由，符合国际法穿越台海之后的一天所经过，当然也引起了很多的抗议，包括大陆东部战区在航行过台海的时候，全程跟监跟警戒。东部战区发言人表示，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全程都跟监，而且会依法依规，不管是要驱逐或者处置跟关键的处理。所以呢，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海军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是处于挑衅的状态吗？是为了苦苦支撑它的霸权体系？美国队长不能够没有控制力啊！但问题是，现在是不是整个控制力都出现了问题，以至于更要用这些方法才能展现吗？甚至还是疲于奔命的状态嘛？通行过台海之前呢，加拿大军机还在南海被共击这个危险激发热焰弹，这是发生在这个10月29号，加拿大的海军护卫舰就在南海西沙群岛的23英里外面飞行。那原本在绕圈飞行的歼11突然飞到只有大概距离30公尺的地方，它发射了热焰弹。那么加军就痛批啊，这个是这么近的距离，万一发生了直升机意外的话不堪设想但是这种抗议跟争执持续不断发生，却没有解决的方案。所以山东号西太平洋演训也直接在这个演习上面被
预防说被评估认为是为了预防双航母夹击，所以呢持续的在台湾东南的应变区做演练。那中美的南海角力跟台海的角力当然没有停过，所以美中首轮的海洋磋商，美国表示呢，因为担心在南海违法及非法的行动重申要恢复军事管道，我们也知道马上11月中有可能的拜习会，之间要不要谈？那当然要谈啊，那怎么谈呢？10月22号曾经阻挠过菲律宾仁爱礁的补给任务，10月24号不安全拦截美国飞机，但这是一再发生，随时可能不小心擦枪走火吗？那么在南海还有在日本跟菲律宾的峰会现在岸田文雄已经到了菲律宾跟小马可斯见面，那么同意建立的是供应友军国防装备，意思就是说针对中国而来，跟美菲合作保护南海的自由。日本要怎么保护那当然大家就有个疑惑，为什么菲律宾每次船动不动就传出来被堵啊？只要到南海岛礁附近就会被中舰包围。那现在发现一个报道说，原来有3招，解放军3招，第一招松捕渔民会通报再来就是水下的听音设备，还有太空数百颗遥感的感应卫星来监控。太空设备当然是美国很忌惮的所以几个消息告诉大家，美国将领呼吁要建立全球安全规则，这个是美国太空军作战的部长萨兹曼他所说的。中国已经认识到美军高度依赖太空能力，这个进行情报收集的影响力，所以中国也在做不过他形容的是中国危险的太空行动，怎么说呢？例如大陆的一家民营公司已经发布一段影片，他说是可回收式的火箭，透过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火箭飞上去，又成功降落回来。那这个技术过去是只有 SpaceX 马斯克他们做得到，但现在呢，11月2号所公布的这一段自主研发的火箭发射画面来讲，验证说他们已经也可以重复使用火箭双曲线2号这大概1分钟左右的任务行动，证明了他们太空能力是越来越进步。而 CNN 也罕见的被获准进到中国的航天中心去展现说，在沙漠里面他们的太空技术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所以美国当然很忌惮将军怎么看？那当然南海到处台海都有冲突事件，现在太空美国还顾得着吗？讲起来太空美国真是自己做贼喊抓贼太空实力美国最强美国除了它的 GPS 的卫星以外，再加上马克思的星链，打了1万多个低轨卫星这个数量无所不在，远超过解放军了。解放军也只有一个北斗还有一个太空站他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往返的这个？就是他也要布置星链因为你的卫星那个高度大概可以容纳5万多颗，马克思已经搞掉1万多2万了。中国在大陆再不去补的话，你在空中监视的这个卫星，你的数量就不够了。所以这个东西，美国自己占了这么大的优势，还要想人家呢？其实大陆也在急起直追嘛。他为什么要发展这个载具可以往返呢？因为每送一次卫星上去要花很大的钱呢。什么长征号那都是大型的火箭，他现在用这个可以上去下来还可以重复使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驱逐舰穿过台湾海峡，这是一个示威的行动，但是它有航行自由权，这个国际上都认认。台湾海峡中间也有一段是可以自由航行的，但是这个是有挑衅的意味。但是这个挑衅的意味最近变化了，去年前年都是几十次、90几次、80几次，今年到现在为止只有9次，代表什么意思？今年已经11月了，那代表他这个挑衅行为大幅降低。为什么降低？中国的态度变了嘛。以前是容忍你广播驱离什么东西，现在是用硬的飞机飞到你身边3公尺，几乎要擦撞了。加拿大的直升机你跑来那么远，你跑来干什么？发火焰弹。为什么加拿大很在乎任何直升机的桨片都是塑胶的这个产品就是用一层一层漆上去的。日焰弹温度一高，给你烧掉一片怎么办？对不对？他当然，那解放军你来干嘛嘛？你怕死，你不要来嘛。而且驱离的行动越来越强硬了，海上有鬼切，中云号直接从你船头上插过去。问题就在
中国大陆回应你这种窥探的行为手段越来越去激烈，因为一般来讲，像我们都是广播区里嘛，或者是在你身边这个兜个圈嘛，都保持个200-300公尺嘛。像中国大陆给你切到3公尺，夜间呢，这非常危险的。那个气流一变，飞机就可能陷入敌人的尾流，或者是造成风切，都造成危险。所以大陆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变了以后，这个吃软不吃硬嘛，它自然降低，这就是现在的态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在南海这里包括美加包括菲律宾跟中国的冲突，其实是一直在频繁的发生，这代表的是什么样的讯号？加拿大当然是美国的小弟，他没有航空母舰，那他开来的护卫舰，护卫舰是近海防御作战舰，叫护卫舰，就是我们常讲的所谓的巡防舰。这种不是很特别大的这种护卫舰，是应该是在自己的海岸旁边来做防卫国土用的。请问一下，西沙群岛有加拿大的海岸线吗？你开来干什么？所以难怪那个大陆解放军讲说，你不来我拦你啊！你是开护卫舰来耶，你也不是远洋舰只哎，你那个是说难听一点啊，根本是近海船只哎，那你是靠什么？靠美军补给一直弄过来的嘛。所以人家弄你这个燃烧弹的也好，什么照明弹也好，刚好而已啦所以你经常讲说航海自由，航海自由是什么意思啊？最早公海法理论说航海自由是讲民用船只哎，不是军用船舰哎。第二个，航海自由说你通过人家的门口啊，是要什么呀？要不停，而且是迅速通过哎。你现在不是哎，你在耀武扬威，顺便做侦查工作哎，经过人家大门还抬个头探脑，人家没有丢你个砖头就不错了，对不对？还只丢你一个蜡烛而已啊。所以加拿大跟美国老是要骗社会大众，好像你大家不懂国际法一样，随便他讲这也太过分了一点。你南海有基地吗？你说我要返回基地，你也没有啊，那你到底干什么？所以你是根本就是故意要来挑衅的嘛故意要挑衅，看怎么惹事。那菲律宾当然是最近的小马可仕为了他家的财产，看能不能被美国解封啊？还有他在美国发的通缉令可不可以解除啊？当然听拜登的话啊，所以要闹点事。不表演的也是没什么力气啦。那中美之间没有结果，你日本要到南海来尬一脚，来啊！解放军会担忧你日本吗？不会嘛，日本你自己找事做嘛美国说大陆在海洋上力量越来越大，在太空上的力量越大，要限制你，那有什么本事？好限制，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走回头路，好好的和平相处，不要老是说我老大我一定要打老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南海冲突当中呢，日本有角色日本说要去帮忙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其实现在南海我觉得过去不管是杜特地后期也好他试图维持一个比较和缓的政策，虽然有一些冲突了，但是现在小马可上台之后，感觉这里又有一种安全困境出来了。简单来讲，他们觉得中国大陆在这边造成他们不安全，所以他们要开始在一些地方做一点事情，包括2021年的牛二礁事件也好。接下来的仁爱礁他派船冲占仁爱礁跟黄岩岛，那基本上他这个作为会让中国大陆觉得，那你在这边干什么？他当然他也是听美国说这个所谓的无害通行权啊，对海洋开放。但如果是这样，那菲律宾自己也要，我刚才讲，他自己要整军精武啊。所以我们就看了一下菲律宾自己的这个船舰它目前最主要的有3艘船舰，有2艘是韩国人为菲律宾建的，大概2600吨级的轻型巡航舰。但还有1艘是大概2天前，它也进入到黄岩岛海域，是一个1300吨级的，不是过时的，是韩国人早期的帮他做的相扑级的轻型的，而且是很旧的船舰。这3艘主要在那边进行一个防卫工作。那这个面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解放军海军，当然是这个鸡蛋对石头啦
但是我想马可斯他想要做的就是第一个，他还是要用一个较强硬的抗中的做法。好，这符合这个拜登在讲的民主同盟之下，结合这个日本的力量，想要来全面来抗衡中国大陆在南海的这个我们讲耀武扬威也好了，或者是对他们的威胁也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未来南海如果不小心升级到冲突，这一点菲律宾他们可能吃不消哦。所以未来这个，我想马可斯